哎呀，节目都看了吗？好不好看？我也觉得节目非常好看啊，真的看得我激情澎湃的。那节目播出之后，我的生活也发生很多变化，就是收到了非常多的私信，我都有看，因为在座的应该有给我发过的吧？有。有一些很多啊，有很爱我的，表达了一些对我的喜欢，我非常开心。但看到一些也不好看的，有骂我的。我一天在家里，我就坐在沙发上，我就读私信。哎，其中有一条我就读得非常大声，我就在那读，我说：嘻哈，你没有教养，你说话声音太大。我都还没有任何反应，我爸从书房冲出来，谁说你声音大？我都吓一跳，我爸说：“你没有话筒，我都听不见。”我在那个沙发上掏耳朵，我突然觉得这个私信真的说的还是挺有道理的，真的。既然都聊到这儿了嘛，那今天就来聊一聊我的爸爸啊。我的爸爸是一位人民教师啊，很多人听到这个职业就会很惊叹，但是大家真的不要惊叹，就怎么说？我有多不像空姐，他就有多不像老师。真的记忆非常深刻的是，有一次小学我在被同学欺负，剪我的头发，我就还手嘛，我们两个人就互殴起来，结果就请家长了。对方家长一来，来势汹汹的直接问我爸：“你怎么教育的？”我爸说：“谁让你孩子剪我女儿的头发？”对方家长直接说：“剪你女儿头发，她又不痛。”我爸在说：“谁说不痛？她头发都死了，你看不见吗？”然后过来看了我一眼，抓着我剩下的发，你看，还有谁没死透的还在哭？对方家长都惊呆了，没有想到我爸会共情头发，然后转过来回过神来，突然对他说了一句：“听说你还是老师，你怎么教育的他？”我爸的哭声戛然而止。当时他就叹了一口气，走出门外。过了一会儿，他就进来了，抬手看了一眼手表，对那个家长说：“哈哈，5点半了，老子下班了。”现在老子只是一个父亲。哎，真的很酷，对吧？当时对方家长说：“你燃什么？”我爸说：“我现在就把你儿子头发剃了，反正他也不会痛。”对方家长拖着小孩就跑了。我当时站在那觉得我爸好帅，我说我爸上班是李老师，下班是理发师。而且那一次事情过了之后嘛，我就一直很想感谢他，就总想为他做点什么。就有一次放学回家了，我就乖乖在家把他的拖鞋摆好等他回家，但家里的小狗老是跑过去把鞋弄乱嘛，我实在没有办法，摆了好多次没有耐心了，最后就用502把他拖鞋粘好固定。爸爸回家一开门，看到门口摆得整整齐齐的拖鞋，热泪盈眶。穿上去的那一刻，欣慰地笑了。迈出去的第一步，门牙断了。他艰难地爬起来，开始张着血盆大口开始追我，特别像个密室的 NPC， 你知道吗？我俩隔着茶几在那周旋，眼看我马上就要被爸爸抓住了，我爷爷突然从房间里出来，对我张开双臂说：“过来，不要怕。”我一下扑进爷爷的怀里，那一瞬间安全感爆棚。1秒钟之后，我爷爷把我转了一个方向，对我爸说：“快点，抓住了，来！”但真的，尽管我那么调皮啊，我爸爸和我妈妈其实一直很支持我做我喜欢的事情。当年就是一意孤行的去当空姐，他们也很支持，也很开心。然后有一次他们去旅游的时候，就偷偷买了我飞的那一班航班，没有跟我说。我当时在飞机上看到我爸爸那一刻，我都吓到了。我爸给我眨了一下眼睛。我不敢说话，那个时候我刚飞，我太小了，我就回到工作间。起飞之后，他就找我要了一杯橙汁儿，我送到他手里，转身还没有走2步，突然就听到我爸用巨大的声音在客舱朗诵。他喝了一口，他说：“啊，好甜呐！”天哪，这个公司的橙汁太好喝了！这个空姐妹妹服务太好了，我以后只坐这个公司的飞机。
当时周围旅客都盯着我爸爸，以为橙汁的供应商来了。早知道他这么能广播，我就该给他统一春福焙茶。啊！我爸一拿着就这个牌子的茶太好喝了，3重焙火，口口生香，我以后只喝这个牌子的无糖茶。哎呀，没有想到我爸居然可以接商务了，真的。但记得这个就是小学的时候啊，但我这个性格，当时我们班上有个老师就会特别的针对我，他觉得女孩不应该这个性格，然后课堂上无论谁讲话，他都会认为是我，也不听我解释，直接让我滚到外面去站。我就特别不喜欢他。有一次他考试，我就故意交白卷，我想气死他。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哪里来的自信啊，可能我爸的比他先气死。老师让我把卷子带回家给我爸签字，我不敢，我就拿回家模仿我爸签字，最后还是被发现了。我爸爸过来直接把卷子拍在桌上说滚过来，我当时就跪下了。我一边跪一边滚，就前滚翻。我边滚边承认我的所有错误。我说爸爸，我知道错了，我再也不气老师，再也不跪交白卷，再也不骗人了。因为这么翻滚到他面前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已经把所有的错误都主动承认完了。我爸低头看着我说：“你刚刚说的那些，我都能理解你，我不怪你，因为是你的老师针对你，你委屈，我都理解你。”我当时抬头盯着他，那么理解我，为什么让我滚呢？我不理解。我爸说：“呵呵，不理解是吧？我叫什么？”我当时抬头看了一眼我面前这个男人，我觉得又熟悉又陌生。我说你叫什么？他说站起来，把我的名字大声读出来。我说李学军，木子李，学习的学，军人的军。我爸说来过来，睁大你的狗眼，好好看看写的什么字。我一过去，卷子上洋洋洒洒3个大字：李学车。我爸说：“我学车，我学什么车？你把我那个军字上面的土宝盖给我掀到哪去了？学敞篷车。”啊！怪不得我到你学校去，你们老师都喊我居哥。滚进去，把我的名字抄100遍。我当时就很不服嘛，抄的时候在100个学军里面藏了3个学车。后来那天加起来，我一共抄了400遍。前段时间朋友去我家啊，就跟我爸爸聊天嘛，就开始聊，就说叔叔，其实你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都很羡慕嘻哈有您这样一个这么有趣又好的爸爸。我爸当时在旁边挺不好意思说，哪里好了？这不是一个爸爸正常该有的样子吗？我朋友听完，当时在旁边就说，嗓门确实挺大的。其实这次来之前，我压力也蛮大嘛，因为看到那么多不好的评论，加上又是半决赛。然后爸爸走之前跟我说：“你好好讲，不要去管那些不好的评论，有我和妈妈，你什么都不要怕。”我当时转过去盯着我爸爸，我说：“爸爸，原来你可以小声讲话。”我爸当时说：“当然啦，因为最好的脾气要留给你和妈妈。”谢谢爸爸，谢谢大家，我是嘻哈。谢谢嘻哈的表演，喜欢嘻哈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嘻哈，谢谢。哎呀，真的，这个听完这一篇就知道嘻哈之前那些性格、那些状态都是怎么来的了哈。我听说这个读稿会的时候，给这个我们的编剧演员都弄崩溃了，说怎么脱口秀行业有这么好的原生家庭。潇潇也是看的这个一直在鼓掌，一直在笑，是不是？我记得你也是第一个拍的。对，就是非常非常就是能感受到嘻哈的能量，然后我就是看完他，很想跟他做朋友的感觉。好啊，好啊，好啊。对，然后我也有看嘻哈之前的几期节目嘛，然后就是你也就是发了很多这种尖锐的话。对也不是，但是你发的这些声，就是大家都真的有听到，然后我也有看到很多，就是比如说航空公司或者什么的，也会就是有改善，比如说不穿高跟鞋了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谢谢你的勇敢，谢谢，应该。
特别特别让人感动，就是家里特别好也能说脱口秀。怎么有那么一点点羡慕呢？没有，我倒还行，每个人从自己的角度出发，看照自己的家里人，也不一定每一个都是十全十美的，但就是这些优点和缺点才造就了现在的我们，所以特别开心。然后我觉得以后还是得让那个伯伯多上那个飞机上多发声去。咱们现在发声不管用，他上去一说就管用，而且他还是一个细嗅蔷薇的人，在100个学军当中还是发现了3个学车，要不然不能又多写300遍。对，你也不能恨你爷爷吧，因为你爷爷一看表过5点半了，他说老子现在也只是一个父亲。对，真的，我爷爷奶奶爸爸都是老师，然后但他们都不是那种大家印象中的，然后从小也不会用教师子女这4个字，很多就会觉得你老师小孩你应该怎么，他们都没管我，就挺让我自由的那种感觉。非常让人羡慕，特别好。谢谢。其实我觉得今天嘻哈的这一段让我感觉到的是活灵活现的，而且你讲出了大家心目中想要的父亲的样子。为什么你今天可以有这个能力？其实是一路以来我觉得家庭的氛围给予你的这样的一个支持和鼓励，然后以及培养出来的。所以我一直觉得一个好的父亲或者是一个好的长辈，他也要有一种能力，就是让我们敢跟他说真话的能力。我觉得你们的父女关系的这个相处方式让我觉得非常的羡慕啊。谢谢。有一个词叫做本自具足，他就说一个人生来其实你该有的东西自己都有。就是我觉得嘻哈这个人呢，就是一个本自具足的具象化的表现，就是本来你什么都有，我充分的做自己就好。对，就是你看他上舞台，马上跟大家的互动放松，就是你会觉得他好像没有想要赢，他只是在展现自己，就是那种你想赢吗？也想赢，也想开心，想赢啊，想赢。嘻哈，我想问问你啊，就是比如说你节目播完之后，是你第一次面对那么锋利的批评吗？对，那么就是非常脏的话，第一次看到。然后我在家里念的时候，爸说：“你别回了，我去回。”我说：“你先把你的昵称改了再回吧。”那你看到那些会让你有不舒服的感受吗？刚开始会有，但是就那么一瞬间，但是我就过了。我觉得这个只是他们片面概念当中的我，他们也不是存在在我生命里的。我觉得他们也对我不重要。对。对，重要的是那些爱我的人和观众朋友们，还有我的父母，还有你们。对，就感觉每次听嘻哈脱口秀，你都会有一种他活得非常新的那种感觉，你会觉得天哪，人原来可以这么活着。这一点可能也比较像我父母，其实我父母都很好，而且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足够爱，可能才会有我这个样子。因为我妈妈现在退休去上老年大学，我爸爸每天都会接送她，然后。对，然后我生下来，其实他们2个也会，因为爸爸妈妈喜欢跳舞，他们小时候去那种舞厅跳舞，然后觉得我太小了，不好把我放在家里，然后就把我一起带过去，但那个时候我非常小，他们让我在门口吧台下面睡觉，然后走的时候跳开心了，忘了把我接回去。第2天你已经全学会了是吗？但是耳朵也确实听不太清了，是吧？我说话声音这么大的。所以嘻哈的原名叫李学武。一辈儿了。这个舞台上听过各种各样爸妈的故事，但是你的故事真的是又温馨又好笑。谢谢。有一个演员，他永远表现最佳，因为他的名字叫嘻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突然想表达，你懂这种感觉吧？开始。说。那个也查查那个猴流感吧，我的天！再次谢谢嘻哈，谢谢，谢谢。那现在对于这场表现你是满意的吗？满意。为什么如此满意？因为我觉得把这个场子开得非常的好，然后我觉得我对这篇稿子也非常喜欢，我很想讲这篇内容，是时候讲这篇内容，然后我觉得观众也挺开心的听的。其实我觉得我想跟大家说一下，我爸爸妈妈真的这么多年，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个东西，就是结婚真的不是谈恋爱的终止，而是谈恋爱的开始。给了。加油加油哈！我再加油。
其实，在上节目之前，我就跟我爸妈说了，我知道一定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我其实不怕看到或者听到，但是我怕的是我父母听到，他们会比较担心。所以我跟他们讲的是，如果你们看到了，你们就当作没看到，因为只要你们没看到，其实相当于他就没有伤害到你，不要往心里去就可以了。谢谢。非常好的开场表演，也是获得了我们气氛组的4票。我们都先不公布票数，请嘻哈先到我们的待定区入座。我们等第一个晋级结果产生的时候，再一一为大家揭晓。没有，就是后面下面一位选手是今年，倒数第2小的希望他风格可能跟我有点不一样，大家也就是快速的从我的故事里出来，然后跟他一起进入他的故事，好吗？谢谢。哦，好温暖哦。下一位要出场的是第1年来到咱们这舞台上，年纪也确实非常小，但上来确实也就冲进了上位区，直接冲进了半决赛，是北大学霸，也是在这个舞台上一直在比赛的学霸，掌声有请，谢谢。Hello， 大家好，我是南大。没有，我就不是南大，我是北大。大家好，我叫谢谢。我第一赛段在这个舞台上讲了自己的高中，河北衡水第一中学。节目刚播，高中班主任给我发微信，说删了。他说你这样说你的母校是非常恶劣的。我没弄明白，怎么就母校了？啊，我母校不是北大吗？就这个高中班主任，他虽然也是老师，但他和嘻哈爸爸完全不同。他是嘻哈爸爸的反义词，爸爸哈西。比到半决赛，大家都疯了。你们今天回家路上就会突然脑子里蹦出来，爸爸哈西。但其实我们河北学生从小就会为了考进衡中刻苦努力，可以说是吃得苦中苦，方吃苦中苦中苦。我们从初中管的就很严，甚至会管发型，当时要求男生要剃寸头，长度不超过9毫米。女生运动短发，长度不能过耳。每天一放学，那个场面就是一群猕猴桃混着爱探险的朵拉出来了。我们老师猕猴桃李满天下，还有爱探险的小朵拉。老师说，就是当时如果我们的头发不合格，老师当场拿个理发推子就给剃了。就嘻哈爸爸上班是李老师，下班是理发师。我们老师上班是老师，而且是理发师。他既是 teacher 也是 barber。但其实这是高中3500词里面的。整个过程，我们年级主任会在旁边监督，发型总监。老师说这是为了提升学习成绩，我没明白。哦，9毫米就能上北大，1厘米就上不了。头发失之毫厘，成绩差之千里。我看这教室墙上挂着那个牛顿的画像。顶多是个中专。剃头不重要，重要的是服从命令。老师让你剃头剃就完了，老师让你学习学就完了，老师让你考衡中考不上就完了。我当时很努力地考进了衡中，然后发现每个教室会安装很多高清摄像头，实时监控我们。就当时老师开班会还能说呢，勇敢做自己，生活没那么多观众。就他们那个监控强度，可能是没什么观众，全是私生饭。在衡中那几年都跟明星共情了，特别希望老师们关注我的作品，远离我的生活。
那些摄像头高清到什么程度？那天我们班长在本上写了一句“垃圾学校”，全校通报批评。后来查出来了，他写的是“创造无垃圾学校”，橡皮挡住了几个字儿。我写的是“垃圾学校”。当时是寄宿制的，所以我们学校要求我们每天把被子叠成豆腐块。我不会，我之前在家都不叠被子，我那个被子可以说是豆腐脑。而且我们当时也没有时间每天叠被子，就会准备2床被子，一个盖，一个叠成豆腐块，放在那儿应付检查，叫样被。样被，不样盖。但是其实老师检查的时候也能发现是样被，他们不管，因为这样也算通过了测试。就在老师眼里，我这个被子哪怕是样被，糊弄糊弄也就过去了，糊弄糊弄呢，我这辈子也就过去了。我有时候都感觉没必要找个借口啊，剃头发、叠被子怪麻烦的，干脆老师直接推门进来问我们，服不服？我们说服了服了，那效果是一样的。我从小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很听话，我没去过网吧，只上过微机课。小时候朋友叫我去网吧，我说不了不了，没带鞋套。但我高考结束之后，我就发现好像所有的规矩都消失了。我这种服从惯了，反而有点迷茫。没有人给我发号施令，我就不知道该做什么，感觉自己像一个那种 AI 助手，只听得懂指令，不然我就服务器繁忙。那段时间你要求我帮忙，就不如要求我帮忙。你跟我说能不能借我200呀？谢谢，就不如你给我转200。我那段时间就不太适应自由的生活，我发现自己可以留长头发，也可以不叠被子。我那天甚至鼓足勇气玩了1晚上手机，没事儿。我都有点崩溃了，我说这还有人管没人管了？啊？没人管我造反了，我要做最叛逆的事儿，我对这个世界大声地说我去网吧。我现在喜欢单口喜剧，就是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这种事情。我刚入行的时候上了一个资深演员的大师课，他在课上说单口喜剧就是用批判的眼光去解构权威。第2天，就有学员在台上骂他。我觉得这太酷了，我现在开始学会对这种行为说不。高中班主任给我发微信，我没回他。过了一会儿他又发，我觉得老不回他实在不太礼貌，就把他微信删了。高中班主任现在在我这儿已经没有微信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突破了束缚，除了法律，应该没有什么可以约束我。今天就讲到这儿吧，因为节目组说不能超过7分钟。谢谢大家。谢谢的表演，喜欢谢谢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再次谢谢。其实我感觉这个咱们中学的学习经历也不是完全没有帮助，是吧？剃成猕猴桃，最后还是要来到猕猴桃的舞台。都是真情实感哈。这篇非常真情实感。因为我也是这个在河北上学的，还是很多的经历不能说完全一样，但是确实能理解一些吧，真是。我跟天真姐先拍的，是不是？对，我很喜欢那个谢谢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然后一个人的自我的人格的逐步的成长跟实现，其实就是从不听话开始的，或者叫做听谁的话，最后你会回归就是听自己的话。你们现在还在听他说话，说明还在第1层啊。我就在偷着玩手机。所以你在那个环境的时候，你是已经意识到他们是不合理的吗？还是那个时候其实你也是就是在那个集体意识里是被就是没有感知的？我觉得首先行为上还是在服从的，因为我想考北大。对，行为上一直在服从，但是我会不断提醒自己，在意识上提醒自己要抽离出来，不要被那种机械的东西所同化，还是要保留一些自我意识。对。
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可贵的东西，就是在那样一种的集体性的环境里，你其实一直保存了你自己内心的那个自我的火种。我一直觉得谢谢是潜力非常大的脱口秀演员，因为随着你的人生经历的不断的阅历的丰富，你对世界的理解的丰富，期待你有更多更精彩的人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总之他讲的这一段我都就是非常有共鸣，就一直听进去的感觉。你们做练习生的时候也是，就是全部要听话，不可以有自由意志。对对对，然后我们在海外，我有一件事情记得特别清楚，就是我们在海外是不让用手机的。对，当然我们不服从，我们就自己去偷偷买了，然后藏起来。然后我们可能就有一个成员被发现了，然后公司的人就去我们宿舍翻，然后把我们所有的手机找出来，然后当着我们的面用锤子全部砸了。听起来好像罗永浩老师的行为啊，这。对，然后我就感觉当时就可能没有这种概念吧，当时就服从了。对，当然现在是不服从的。我看到那个谢谢的这个今天的这个表演，我觉得我一直手上都是汗，我觉得好敢讲哦。我在想说，谢谢应该没吃过亏吧？然后我就说，谢谢整个思考当中，我听到了一些词，就是说，那我这个寸头的头发和我考试到底有什么关系？因为你知道有一些习惯的惯性，它在上个时代管用，但在这个时代不一定管用，而是因为有一些人他在那个位置上，他习惯了那些习惯，所以也要我们去习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而且我觉得一个笑着思考的人应该最难被驯服。谢谢。哎呀，很高的评价呀，大林。其实我听完，我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我也是一种无力感，就是因为虽然我们看到这些东西，但我们还不得不这样去做。我自己的总结，我总觉得就是面上过得去，就是他有时候也不要求你一定要怎么样，就是说改变你的习惯，说你一辈子都叠这么好的被子，倒也谈不到。就是我让你这么叠，你这么做了，好，你给我面儿，这事儿就这样了啊。所以说这事儿就完全一体两面，你俩说着，就跟他这名字一样。就是谢谢可以是谢谢，也可以是谢谢啊，那就是这意思。确实，很多时候，喜剧脱口秀也最多能做的也只是把问题先指出来，把问题呈现出来，让大家笑一笑。如果能找到解决方案，我觉得是我们的幸运，是那段脱口秀的幸运。但如果没有找到，也没有办法，这脱口秀本来也做不了太多事情。谢谢是前几轮总分排名第2的选手，哇，绝对算得上是黑马中的黑马，黑马中的黑马。你自己第1年来节目有什么想说的？能想到自己第1年就会有这样的表现吗？没想到，就是我每一轮都觉得自己要淘汰了。哦，就是这种云淡风轻，但是取得的成绩都特别的好的这种人生，是从来是没有享受过的。真的是。哎，那我真心的问一句，就是因为台上我们有的时候会为了一些好笑，或者是为了这个笑话的逻辑，其实并不是每个段子都是那种100%真实的。那如果是你对于自己的这个高中啊，或者是母校的这些经历，你自己真实的一个感受呢？那我其实第一赛段也说，就是辩证的去看待吧。还是有一部分老师，他们就是悉心的教导我们、呵护我们、帮助我们去考进自己理想的大学。我还是很感谢这些老师的栽培。哎，朋友们好，朋友们好，真的，节目播了看了吗？我录节目录2年了啊，上一期播出讲了一个关于痛经的段子，弹幕上还有人在问，他怎么来的月经啊？一个男的，哎，怎么光看得见我的美式前字，看不见我的少女心事？好了。我真的我少女心事太多了。我既没有一个特别好的爸爸，也没有上过北大，但是我有一个真的不怎么让我省心的妈妈。我18岁刚刚出来毕业工作的时候，就赶上了我妈妈第1次车祸。不用紧张，她活得很好哈。因为后面还有第2次、第3次，也不用紧张，她到现在也活得很好。
我之前一度也就思考过我妈妈是不是去碰瓷的。我后来发现她就是单纯的运气不好。我妈这个人就那几年经常被车撞，就是一个红颜车祸水，你知道吧？第一次是被汽车撞的，第二次是电瓶车，第三次是自行车。我妈妈现在走到路上要小心一点滑板车，而且3次都是意外，甚至都是她走在斑马线上被撞的。我都在想，什么意外能来3次？就遇上孙悟空的白骨精，半夜起来开门的诸葛亮，孟母的家，大禹的门，成都市双流区张女士本人。我还去找人给我妈算过命，真的，那个算命的他说我妈跟路不合，那是我第一次不信命的时候啊。我说那不然让我妈一大把年纪了去当空姐啊。她第一次出车祸的时候腿撞骨折了，我当时赶到医院，隔着病房的毛玻璃，我就看见我妈病床前站着一黑一白2个人。我当时以为我妈要走了，我看清楚过后，我才发现是医生和肇事司机。当时把我气的，我都想直接冲进去骂那个司机。我想说你眼睛瞎了呀！结果我冲进去过后，他们跟我说是我妈没看红绿灯。但是那句话已经顶到嗓子眼儿了，我还是大喊，我说你眼睛瞎了呀，妈！而且我18岁啊，一点社会经验都没有，我就想问他一个重点的问题，我说你当时是怎么撞到他的？那个司机就说我这么一开，你妈就这么一飞。我说哦，是这么当的空姐哈，是。而且司机是一个中年男人，他看着我当年留了一个蘑菇头，就长得有点像金龟子哈。他说你还是去找个你们家能管事儿的男人来谈吧，我跟你一个小女孩都聊不着。我说没有，我全家都在这儿了。而且你怕小女孩干什么是吧？你怕什么怕？怕我节奏火辣，怕医院太大，怕我太会还价。我们 CDC 就是这样子哈。而且我们家当时真的很穷，我那一年在成都的春熙路上卖衣服，我妈比我好一点，她在一个大厂里面当保洁。我们都是为了生活一心向前冲，就像斑马线上我的妈妈一模一样。我当时唯一的办法就是缠着司机硬要钱，他留个电话号码就要走。我当时凭一个女孩的直觉，我觉得电话号码说换就要换。我说能不能加个你的 QQ？ 因为我觉得 QQ 比电话号码重要嘛，谁会舍得说换就换？你挂等级太难了。我一看他 QQ 3个太阳，我心想这把稳了。而且都到过年了，他还在拖欠医药费。但18岁的我办法多的是，因为我这么聪明的宝宝，从小就爱喝飞鹤奶粉。聪明的小脑瓜瞬间就来灵感了，还得是飞鹤。不得不说，这个 QQ 真的加的太对了。我发现他的单位就藏在他的相册，我直接去空间里面给他留言，我说你有钱充黄钻，没钱给我妈。你都多久没来看他了？过了一会儿，他同事就在下面给他回复说：“你玩的挺大呀。”啊！你私生女都会发说了啊！第2天他就到医院里面来把钱给交上了，该说不说挺有诚意的，把他老婆也一块带来了，你知道吗？但我没有想到过我妈妈出车祸这个事儿真的像刮刮乐一样，刮开一次里面写着再来一次。但他第2次被电瓶车撞的时候，我已经20岁了，心态上成熟了很多。春熙路就是这么磨练人哈。我当时早就已经是我们家里的顶梁墩了，而且我有了前车祸之鉴嘛，我就发现啊，穷人简直太好被打发了。我这一次要拿回属于我的所有，坚决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我们家既没男人又没钱。这还好，我从小就在想办法，老子办法多的是。我直接去剃了一个板寸。谢谢，你的板寸是学校给你剃的，我的板寸是社会给我剃的。我已经不是当年的金龟子了，我是当年的韩红。我直接去超市里面买了一包最好的烟，我到了医院见着司机，
我就开始拆烟，给他递烟，压着嗓子问他，我说：“就你撞了我们家太太。”司机直接被我镇住了，他说：“对不起，老爷。”一直给我道歉，我就带着他去交钱。当时感觉一切都像2年前一模一样，连我妈被撞的那条路都还是在天府大道，太离奇了。韩红老师听了都要忍不住感叹一句说：“这才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我妈一看医院里面钱也交上了，太太乐了。但是等这一切都结束过后，我还要骑着我的电瓶车去上班嘛。那天下了好大的雨，雨水就顺着我的板寸往下流，都辣到我的眼睛了。当时我就知道，人还是应该留美式前刺，还淋湿了我的那包软中华。我当时边骑车想哭又不敢哭，因为我必须看清楚了斑马线上到底有没有行人，这个钱不能从哪儿拿的就花在哪儿，对吧？就那几年，邻居老是看见我把我妈抬着进进出出的，我们家的日子呢又越过越好。就总感觉我们是在做什么局，你知道吗？我妈妈的车祸越出越多，我的头发就越剪越短，我肩膀也越长越宽。但确实那几年没有什么人敢欺负我们，我后来也就慢慢习惯留短头发了。我现在之所以敢站在舞台上讲王悦纯女的，是因为我已经不需要短头发来保护我自己了。我现在已经有麦克风了。而且学会扛事儿就要付出代价。你看麦克风为了扛事儿都留的光头。我跟我妈说过，我想写她出车祸的事儿，她说写呀写呀，我这辈子简直太好笑了。因为在我妈那儿没有什么事儿是不能拿来开玩笑的。我感觉我妈妈前半生真的很传奇，她被撞了3次，居然只是完好微损，简直是我心里面的神奇女侠。我现在甚至都觉得，人一辈子不出车祸才是意外，每一个平安无事的日子才是奇迹。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王悦，谢谢。谢谢王悦的表演。王悦，喜欢王悦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谢谢王悦。谢谢，谢谢，谢谢。这演的过程中有一个细节，你不是中间模仿了一下韩红老师？我看胡老师很像是吗？是吧？对，我就觉得王悦，你刚刚那个模仿韩红老师，包括你那个带有四川话的口音，真的太像了。昨天我们后采的时候，然后让我做了个韩红老师表情包，我说如果你来一个灭掉世界的高音，你就是以假乱真了。回去练练，回去练练。而且这一篇也是讲这个跟妈妈之间的故事，我看潇潇听的也是就很投入，是不是？对对，因为我就是最近也参加了一档有关母女这样子的节目，然后我觉得就是要把自己一些过往成长的经历、一些不好的事情，然后要用幽默的方式就是表达给观众，还是非常需要勇气的。为你的这种勇气和这种孝心和感动吧。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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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也想跟王悦说，就是你刚刚说你拿起那个麦克风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觉，就是一个脱口秀演员最厉害的是可以把自己的创伤变成掌声。哇，太懂喜剧了，真的。我相信在座的，包括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人生中都会遇到那些我们从来没有想过、无法预期的一些挫折和困难。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份乐观会给很多人信心。谢谢谢谢谢谢，心态都挺好的，我妈妈心态挺好。我给节目组发那个素材，她有一次出车祸躺到医院里了，还在床上唱歌，我真的。前面是东，后面是西，左面是北，右面是南。我觉得这一季王悦的这个风格一直都是举重若轻嘛。我不知道是因为刚才看你表演是怎么着，因为我觉得这事儿对你来说甚至没有那么重，就是有点就是他可以把一个100公斤的事儿说成20公斤，但好像他今儿说这事儿吧，这事儿可能就50公斤，他说的就轻飘的，就更轻飘了。重的东西自己知道就可以了，想把开心的事儿带给观众。
背后的事儿可能会相对心酸一点，因为我要边顾及工作边照顾妈妈。但是我就是想讲这个3次车祸的事儿，我觉得这个经历应该是大家也不希望大家有哈，就是我是想把我自己的这个成长的路径，就是因为感觉第一次当上了家里的大人，就是帮着妈妈去处理这些事儿，然后有这么一头短发呢，就是能一直给自己给妈妈撑腰。所以我是想写这个东西，就是车祸，反正就是没啥大问题都能行，反正也不要有下一次了啊，就是。好了，谢谢。我觉得从去年听王悦讲，感觉你在脱口秀舞台上呈现了你的前半生，然后我就能看到一个小姑娘在成长过程中遇到过非常多的无助，但是她都靠自己学会了独立，然后慢慢长大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状态。我们这个舞台，像刚才表演的谢谢跟嘻哈，你们每个人来自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都不一样，但是都走上了同样一个舞台，都用喜剧的方式把自己在人生成长过程中的苦难也好、快乐也好，都给它消解掉，然后重新组合起来，讲成了好笑的故事。有的时候我自己看王悦跟嘻哈的表演，有时候就感觉是一个非常清晰的对照组。你会觉得嘻哈他的态度也好，他的整个的能量，他永远向外，他永远向外。然后王悦的东西永远向内，永远向内。他们讲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经历，但是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相交的两个东西，但是正好在这个舞台上，或者是在你们的人生中就形成某种焦点，真的很奇妙，真的很奇妙。对，而且我觉得茁壮这个专场和请回答1.58米这个专场特别像2个背靠背的专场，如此迥异的人生，但是，因为你们很有喜剧才华，所以你们所有经历的苦难都成为了财富。其实真的是，我觉得这是我们脱口秀演员很幸运的地方，就是我们能遇到脱口秀这件事情，不然那一切苦难就只是苦难而已。是的。王悦，哎。又上发条了。再提醒你一件事儿，不管是美式前字还是少女心事 ，vivo S30都能帮你记录。快乐你就 vivo life， 每个平安无事的日子，咱们和太太一起乐。好。那再次感谢王悦，王悦也是获得了我们气氛组的4票。我们暂时不公布他的票数，请前往待定区就坐。谢谢。你的板寸是学校给你的，我的板寸是社会给我剃的。其实那句话听了其实还比较心疼了，但是他想以这样的方式拿出来，然后给这个故事做一个好的交代和归宿。拿到线上，大家可以反复的听。其实如果认真的听，其实能够听出王悦的成长。把头发剃掉，它代表的是一种他要改变自己的身份，改变别人看待他的目光。很高兴他今天有能力，他告诉大家王悦我是个女神。对，我觉得他变得强大了。往往你知道，就是变强大，我们才敢讲真话。我们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王悦留长发绝对不好看。说啥子哦？他们见过你留长头发没有嘛？哎呀，我自己都没见过。那又怎么样？我们王悦留什么头发都好看。哎呀，你小点声。来瓶备茶，背张醇厚，消消气儿。什么？这个人说嘻哈太吵了，你哪里吵？你刚才也嫌我吵，能一样吗？我这个是说的是。算了，不用理他们。来，绿茶，清香鲜爽，去燥。啊！他们说不相信统一春福无糖茶，茶香倍儿足。怎么可能呢？这个我真的是忍不了。我简直岂有此理！我真的这么好，我这么好，我写的。天哪，我真的简直不知道这些人真的，真的我气要上来了，我真的，天哪，我真的真精彩啊！精彩继续。我们下一位要上场的演员，去年还是应届生，今年变成大家喜欢的老演员，但他仍然是我们很多年轻人的嘴替，更是老登的克星。我们掌声有请于翔宇。哎呀，你们真是对着我喊好帅，那儿有庞博，要不你们看看。录节目确实变化挺多，能感受到大家很热情。然后我去年为录节目，然后还搬来了上海住，然后就会经常被问说你是哪里人，我每次都很难回答，
因为我这个身世很复杂，就是我爷爷奶奶好像是江苏的，我姥姥姥爷是河南人，然后他们是逃难去的东北。我小时候在黑龙江长大的，上初中我爸妈又带我去珠海上学，因为珠海房价很贵，我们就住在隔壁中山。我自己上大学去广州待了7、8年，现在在上海工作生活，我脱口秀俱乐部迁在杭州。感觉我这辈子就在流浪。别人问我说你哪里人，我说我吉普赛人。然后我爸妈当时刚去珠海，就是开了一家东北饺子馆，生意贼差。因为他们为了省钱，开在了一个偏僻的巷子里面，完全没人。我妈说没事儿，这附近有一家中学，等开学了肯定很多学生来吃。但没有学生来我家吃饭，都在我家门口玩闹。这又不是春晚小品，闹着闹着，哎，饺子，别闹了，咱们帮阿姨包饺子。然后我上大学之后就去了广州，然后毕业之后住广州那种城中村，那种城中村的房子就是楼间距很密，24小时见不到太阳。你在亚热带可以感受到极夜，一个东亚家庭北欧风。就这房子中介还能吹呢，说这屋啊，以前人科住过，眼前虽然黑，但前途一片光明。推门进去那是个群租房，我说这怎么人科走了，里面还有5条人呀？哎，城中村的房子家电家具也都贼破，那破空调不好使，广州热的只能睡那种竹子凉席。每天早上起来一身美拉德反应，还有我家那破洗衣机，每次一开它就想逃跑，真的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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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楼拿个快递，它都快跑到门口了。我每次要用它，就只能按着它跟它一起震。我有一次震着震着跟那个洗衣机共情了，我说我也不喜欢这个家，咱俩一起跑吧。我也想住在有阳台的地方。然后，而且你租房，你就算住得好，也没有什么安全感。我之前有个房子，应该住了2年多，然后我房东是一个河北大哥，他突然跟我说，他要把这个房子卖了，要回石家庄养老。我说那我咋办？他说那你要买吗？我说那我能小刀你一下吗？那段时间临时找房就贼难受，也没啥办法，每天发泄情绪只能靠听那种很燥的摇滚乐，杀死那个石家庄人。然后来了上海之后就感觉压力更大吧，你真的很难留在上海吧，那房价都10几万1平。我第一次看到上海房价，我都觉得这房子是用现金盖的吗？就人都钢筋混凝土，上海用美金人民币。就拿一沓一沓的现金砌墙，刷墙直接用黄金，墙一掉皮就给房东打电话说：“哎，这美元跟黄金怎么脱钩了呢？这人民币怎么一直往下掉啊？”有点疯啊，就是。我有朋友劝我说：“你年纪轻轻不要想那么多，你就努力挣钱，买房落户，成为一个新上海人。”我说：“哎，我奋斗的最高目标居然是消灭自己的身份，杀死那个黑龙江人。我觉得你哪怕是移民的美籍华人，都还是个华人。你落户上海，新上海人，我都宁可你叫我户籍黑人。”而且我发现你这个身份、地方其实都可以换，但你这个胃没法换。就是我在上海最难受的时候，我最想吃的就还是东北菜，但我是以上海的物价吃东北菜，我图个啥呢？你在东北10块钱3个菜，在上海30块钱吃一韭菜盒子。我发给我妈，我妈说：“儿子，这是用啥韭菜包的呀？”我说：“用我包的。”新上海韭菜。然
然后我改这篇稿的时候，他们还问我说：“于翔宇，你这篇是不是想表达一种诗意的乡愁？”我说啥乡愁呀？我要愁的事儿多了去了。你说户口、搬家、预制菜，哇，乡愁是一种非常奢侈的情感。我现在看什么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我说李白，你有阳台？你这个新长安人，谢谢你们，吴洋宇。谢谢于翔宇的表演。喜欢祥子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请锁票。哎呀，这个确实应该挺多朋友都挺有共鸣。我看潇潇也是，因为我记得你别的节目的时候也说挺喜欢之前他去年的表演，是不是？对，因为我也是就是非常喜欢看脱口秀的节目，然后我也有表达过，在别的节目上表达过，非常非常喜欢你的段子和你的表演。谢谢。而且就他讲漂泊嘛，我想你应该也是有类似的。对，他讲这个，其实我非常有共鸣，因为我是深圳人，然后呢，大家都会问深圳哪有深圳人啊？对，我父母都不是深圳的，对，然后所以就是其实还蛮有共感的，因为我也会为了户口这些事情操心，然后我想说就是那个有空可以一起看《斗破苍穹》。好的，谢谢。那咱们问问这个来自上海本地的朋友们啊，上海人不聊了。开玩笑。首先，我跟于翔宇讲啊，这个上海啊，就是你拿7年的居住证，是可以换上海身份证的。你在普及什么？胡彦斌，你老师，你是7岁才落户的吗？然后呢？我觉得，其实我跟你有同样的很多感受。比如说我那时候去北京是吧？我在北京住了10几年，然后去北京的时候，北京人对我最高的评价是胡彦斌，你不像一个上海人。然后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我看你路过了全世界，然后最后的站上这个舞台。其实，在这些所有的经历当中，我感受到的于翔宇是一个非常坚定的那颗心。你你永远都知道自己要去哪儿。我不知道。如果你不知道自己去哪儿，你有可能成为一个哲学家。所以于翔宇，不管你知不知道去哪儿，你注定可能用一个哲学的思考站在这个舞台上跟我们嘻嘻哈哈。翔宇，一点都不冷吧？头上全是帽子。这帽子问号后期就批吧，这。谢谢你今天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表演。好，谢谢吴彦斌老师，谢谢。看人呢，生活在北京的天津孩子。我们天津有一个海河英才的人才引进计划。你自己都去北京了，你让我去天津？哎，我去北京，天津不就空出一份儿来吗？我们上海和天津都欢迎你啊，都欢迎。哎呀，我没想到今年祥子他这个舞台风格是征讨檄文，你怎么回事啊？我的妈呀，我觉得你是受小北影响了吗？也没有，是吧？我就看啊，你说，我想听。你说，哎，不要这样，严老师在后边看着呢啊。严老师在后台看着呢，咱俩就是因为他来，我今儿才这样的。我去年把我人生经历都用光了。然后这篇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后一个，就是经历的比较多，然后也好多年了。我从初1开始走，12岁，然后在广州待到20多，然后又来上海，然后确实这么多年浓缩的这么一个事儿，所以可能演的时候情绪稍微大了点，但没有要征讨谁的。讨伐李白。你这个不是淡淡的乡愁啊，你这个是愤怒的公牛啊。我觉得于翔宇是个两面人，就是他
他讲话就是他讲段子的时候，他的那种嘲讽和观察，以及他讲完之后那种怂劲儿啊，就是特别像两个人。说你是阴阳人，我就说你骂人埋的吧，你。我在思考的是，你是不是可以用这个形成一种你的风格？我。因为我觉得你比较像一个社会观察家，其实你对很多东西有你自己的观察嘛，然后你的那个嘲讽的点也是蛮准确的，然后它又跟你现实生活中这种怂的状态可以形成一个对比，就是怂刚的，你知道吗？就是这种状态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就是你想形成一个风格，就是有点能写出来，就不一定能写出来。我尽量吧，反正写啥是啥。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有特点的方向。因为你的这个人设吧，不叫人设，你的学科吧，是所谓的学哲学的这个学科吧，让大家对你有了一种期待，就是你得看问题有个视角。别期待了，写不出来视角了。祥子，你别听他们 PUA 了，社会观察家不能吃饱饭。我想吃饭。其实就是天真姐说的很准，祥子自己有两面性，观众朋友也有矛盾所在。一方面特别期待他继续锐利的、这个坚决的把这些观点表达出来，也同时肯定也希望你能吃饱饭。科学喂养。对，两条腿走路吧，加油吧，加油吧，加油吧！谢谢祥子，感谢于翔宇。哎呀，都这么精彩，现在也是。气氛组的4票，我们也是暂时不公布，请你到待定区入座。那祥子比完，我们整个这一场总决赛冲刺赛的赛程就已经过半了。下半场又有怎样的精彩对决呢？我们下半场再见。这个区域的人都很优秀，都是排名靠前加2个金牌选手嘛，都是非常优秀的，还是挺紧张的，挺焦虑。我感觉老将藏活了。这轮突然开始画风突变，前有狼后有虎的。昨天初检趴了一些，感觉想进前四挺难的。确实是实至名归的，大家很硬的那种。概括我的备赛状态就是遇强则强，让自己不断的去进化，承接这个组的能量。越来越激烈了，大家都把自己的看家本领拿出来了，刺刀见红了，针尖对麦芒了，演出越来越精彩了，每一次感觉都是让人酣畅淋漓，难以忘怀。